两岸对峙的形成就是中国内战的一个延续。到了退出联合国之后，就转换成今天的统独之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总统府的画面，所以你看旗杆上光溜溜的，什么旗被降下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嘛。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哦。有一种说法叫共独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台澎金马就非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那理当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应该硬生生的多生出一个席次，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总统在1949年下野，所以后来李宗仁因为战败，他自己也跑掉了。当时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有行政院长，但是没有总统。但可以肯定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法统并没有中断。台湾在1945年就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后来国民政府迁台，到1950年的春天还有正式复行誓师，所以中华民国的法统就在台湾继续下去。所以两岸就在这个当中呢，军事的往后退，政治的往前进。当你做去脉络化处理的时候，就会出现我把前面切掉，我的留下后面就剩下台独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货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立修。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的专家讲坛哦。那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个有趣的议题啊。马习二会之后呢，这个台湾呢引起相当大的一个讨论，也就是到底两岸是什么关系？马习见面的基础是什么？两岸呢，不要说是所谓政治上的中国人哦，讲到中华民族，在台湾社会依然是很敏感。可是大家非常意外的是，习近平用了很高的规格来接待马英九，到底背后这个政治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两岸会从过去的国共内战转换成今天的统独之争？这一次我们要来好好爬梳一下两岸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这个转换当中，到底有几个转折点哦。那我们今天打算呢来好好讲一讲当中呢充斥的这个政治的斗争啊、军事的争斗，还有形势的转换哦，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现代跟过去的互动的关系哦。那今天呢，我们尝试呢先来讨论一下，怎么样从国共内战转为两岸对峙，进而呢逐步的转向所谓的统独之争哦。好，讲到这种当代历史的问题啊，那我们来找一个人来问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欢迎呢王立文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好，学长，这一次呢，我们要来好好聊一下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历史议题哦。马习二会呢，就在大家的意外之中啊，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哈，因为没有想到习近平用了这么高的规格来接待马英九啊。那相关的政治讨论其实很多啦，包括呢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来接待，是一个准元首的资格。因为我们也知道，在马习二会的前一天9号呢，习近平才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呢接见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元首。也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很不同凡响的方式。毕竟马英九现在我们把他称为双无人士啊，无党职也无公职啊，什么都没有哈。但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用这么高规格见面，想必习近平想要传达一些讯息啊。我们先就这一张图，我们映衬的是呢马习首会啊，马习因为当时在新加坡2次的会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意涵啊？那虽然媒体是有做了很多整理啊，我这边给大家念一下。2015年11月7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来举办的马习首会啊。那这个是联合报的一个整理啊，他认为意义是两岸分治66年来首度的领导人会面啊。那当时的身份当然是一个对等身份啊，就马英九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啊，也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之下的2个政权的最高领袖的见面啊，所以这当时被称为66年来首度两岸领导人会面。当然啊，这种政治形态的解读还是会随着你所站位的立场来讨论，但是我们以马习之间当时所讨论的内核啊来讲啊，那对比马习二会呢，好，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啊，好吧？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学长，就说你怎么看马习首会跟马习二会在历史的这个政治的意涵？历史是不断的向前演进，对不对？我想马习首会跟马习二会基本上都有相当大的意义在里面了啊。不论就是说你的政治立场如何，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两岸关系的话，马习首会象征的是从1949年两岸分治分立的这样一个格局形成之后，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哈，而且是以现任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啊，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意见交换以及会谈。自从1949年两岸这个分治分立的格局形成之后，两岸基本上的敌对状态其实没有正式结束过啊，在敌对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双方在这个许多在军事方面还存在一些竞争，
甚至于偶尔还会发生摩擦的这种情况之下，双方的现任的领导人愿意坐下来，用形式上相对平等的一个方式来互相交换意见，这个怎么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等于是创造一个惯例啊。大家不要忘记，政治上尤其是国际外交，或者说这个两岸关系都一样，这个惯例的创造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惯例的突破之后，其实也为未来两岸有可能举行的各种会谈，等于是树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楷模在前面嘛。那我们讲2024的这一次马习二会，因为之前在去年的时候，马英九先生像政大的马教授一样嘛，带了一群这个大九学堂的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去做参访啊。我们看他去年那个参访路线，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就是国民政府之旅嘛，主要是到南京这些地方，对不对？那这一次在见这个习近平主席之前，我们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之旅，就他到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这个看故宫博物院里面的中华的文物另外到这个陕西去祭拜皇帝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之旅。所以已经基本上从过去一个政治领袖的怀旧之旅，逐渐蜕变进化成一个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到大陆。所以这一次他等于是怀抱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关怀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那这一次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也是树立了一个楷模，就是未来台湾卸任的领导人一样是可以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到达北京共同为两岸的和平而努力。所以无论如何，这2次的这个马习会，我想在这个两岸这个协商交流的历史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页。当然，从这个比较正面的政治解读上是这样了但对于说民进党政府来讲，那当然是有一个必须要回应的一个空间民进党当然第一个他说马英九你无法代表台湾人民不少的这个意见人士就发表说，那如果不能代表台湾人民的话，那就问一个问题那你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方法来解答呢？对不对？你一直说马英九不能去，不代表那你做嘛。民进党能代表台湾人民吗？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对嘛你只有40%的选票如何代表之那我们就看到了相关的论坛对于马英九当然是毫不留口舌比如说呢，在旅途的当中，民进党因为4月8号本来说出要见面，其实那时候就自由时报的报道嘛。那我最近有访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成先生那萧执行长就直接跟我讲说，本来就从来不是8号，就是4月10号。都是他们自己在造的，他私下跟我讲，这叫弄个稻草人自己打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对绿媒来讲，反应是很激烈的。比如说呢，直接说马英九是有用的白痴这是个政治术语嘛就是说你就是被利用的你本身很蠢，骂前元首这样骂也是蛮狠的那另外呢，蔡英文外围的这个香港论坛也相当有名这也是亲绿的一个论坛他直接说马英九是被阉割的中国人他说中国是由历史现实的2个角度教育马英九如何当中国人。但他还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也是引发我今天这个讨论命题的由来，我们要谢谢他赐我这个题目，谢谢这位董先生他说这个习近平告诉马英九见马英九告诉所有人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打赢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而国共战争的历史被抹去，马英九对此唯唯诺诺，欲拒还迎习近平可是每年跑到国共战争纪念馆，时刻提醒中国人民国民党的腐败与恶劣。这隐含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国共的战争马英九你要接受我的说法。可是我回头过来想想，那是不是也代表说你们其实绿营人士也知道两岸是一个国共内战未完结的一个产物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两岸是这样的格局，但是实质上它背后是一个内战的格局，没有完成的。从那个历史的脉络来看所以我就想到了一张经典的图这个是1945年这个挂在天安门上的老蒋党中正抗战胜利的时候嘛。是。像我们要怎么来理解两岸的关系当然对民进党的这个独派来讲，两岸他认为就是一中一台嘛，这各自独立。可是如果从历史的脉络，其实两岸是从内战演变而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一下，尤其挂在天安门上的蒋介石，蒋中正可以提醒我们一些什么？这张照片其实是1945年12月，为什么会挂蒋委员长也是国民政府主席的肖像在天安门？因为就在这一年12月，当时国军到北平，准备接收北平的日军投降。当时国军的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
他下令所布置的啊，在整个北平这布置当时一个战胜国、一个胜利的这样一个气氛啊，这样一个氛围。当时北平街头不只是挂这个蒋介石的肖像啦，这个当时整个中美英苏4大战胜国的元首肖像都在北平各处这样悬挂哈。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为什么今天台湾社会对国共的这个内战的问题如此的模糊，而又对两岸的问题却没有办法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去思考。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台湾的历史教育在这30年刻意的把台湾的问题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当中抽取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偷换概念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就造成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之间的问题就变成没头没尾。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脉络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想得出来将来要怎么解决？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所以这张图在台湾的教科书上都没有被放上来，可是这张图极具象征意义。对，没错。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在整个成立到1945年的这个 moment， 其实大多数时间的首都是北京。没错，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无条件投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那个波茨坦宣言跟日本的降服书写得很清楚嘛。我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对不对？那台湾就回归中华民国的版图。可是我们知道，紧接着1945年这个日本投降，然后这个在这张照片时间稍早一点的10月，国共双方就在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啊举行了所谓的这个重庆会谈啊。后来就是又扩大成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为了商谈战后的国共两党共组一个新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秩序。但我们知道这个谈判最后是失败了。一开始美国派了当时的美国驻中国的大使赫尔利 Patrick Hurley 来担任整个国共调停的任务编组的一个特使。后来还亲自派了美国的谈判王牌啊，各位马歇尔将军美国的5星上将来调停国共之间的政治跟军事问题。但我们知道这个调停会在1947年年初就宣告破灭了，国共双方紧接着就进入所谓的中国的内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全面内战在1947年的春天就全面开打，但是这开打的时间也没有太久，到了1948年的年底到49年的春天，所谓的3大战役，辽沈平津以及徐蚌大陆叫淮海嘛，对不对？这3大战役的结束就让这个国军基本上在江北的主力差不多就已经全部被消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出现了2个很重要的政治效应。第一个就是1949年的2月当时的蒋中正总统就宣布辞职下野，之后就由当时的副总统李宗仁接任所谓的代总统，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时这个国共双方在淮海会战结束之后，有过一次短暂的谈判，当时由国府的一位军事将领张治中带着一个代表团到北平去跟这共产党谈判，出现了大概2个月左右的停战的这样一个状态。不过共产党已经在做未来进一步的军事准备，所以共产党的喉舌新华社就在1949年3月15号，注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第一次具由他的这个重要的对外的宣传机构对台湾问题所发的一次具体的一次声明，叫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据说这个名词就是由毛泽东主席所提出来的。我们这有一张海报，大家可以看一下。知道1979年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往后的30年，中国大陆或者说中共政权对台湾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定调就是武力解放。那国民政府在1948年的12月其实就在做准备的，因为知道最后的谈判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共产党势必要过江。1948年的12月，国民政府就开始把在南京囤积的国家的黄金另外还有故宫博物院的宝物另外还有就是大量的政府的文书档案开始进行大撤退工作。当时蒋介石虽然下野，但还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飞于成都跟台北之间还在以总裁的身份指挥各地的国军进行各种的作战以及撤退的这样一个工作。1949年4月，共军就渡江这毛泽东主席讲了100万雄兵渡大江嘛，渡过长江之后，很快4月底就解放了南京，然后就一路向南这个可以说摧枯拉朽这个国军是一路败退。大概到了1949年的10月左右，共军的或者说解放军的前锋就已经到达今天福建省的沿岸到这个时候为止，大家基本上不论是国际社会也好，或者是关系两岸事务的人士也好，都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大概基本上这个中华民国
或者说国民党政府的结束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哈。所以美国在1949年8月就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嘛。我们在之前的专家讲台有聊过，对，大家可以去翻一下。但有2件事情很重要啊，一个就是1949年10月25号发生的金门古林口战役。这场战役可以说是在国军一片溃败当中，终于在金门这里取得一次很重要的胜利。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要取台湾海峡必先取金厦，取了金厦再取澎湖再取台湾，这是打台湾的一个基本路径。第二个是1950年的6月25号发生了历史上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台湾叫韩战，对不对？大陆叫做抗美援朝战争或叫朝鲜战争哈。金大将军的祖父，对不对？人民的太阳哈，宇宙大元帅金日成大元帅哈，发动了这个朝鲜战争哦。一发动朝鲜战争，很快就触动到当时美国华盛顿的敏感神经哦，所以随即美国杜鲁门政府就宣布啊，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立化，第7舰队巡航的范围纳入台湾海峡。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作叫国民党的西安事变，对不对？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也就等于是断绝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渡海攻台的唯一可能，所以台湾就转危为安了哈。但是这并不代表东南沿海的战争就结束了，各位，作战时间大概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1958年哈。比较重要的包括1953年的东山岛战役哈，1954年的第1次金门炮战，1955年的一江山战役，后来1955年2月大城战役，大城战役就是历史上的大城撤退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向台湾撤退的一批大陆的军民，一直到1958年发生的金门炮战，第2次金门炮战，又称823炮战，一直打到1958年这是我们所讲得出来大规模的作战，而且每次作战的规模都是几万人相当大。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当时整个国际外交上的格局韩战爆发之后，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签订之后，美军进驻台湾，台湾就等于在这之后就完全纳入美国冷战的体系当中另外，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1952年，当时日本政府也跟中华民国签订了中日合约。我们知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后没有多久，美国就把驻台北的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也就等于正式确认了在台北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人格是延续至大陆的中华民国。这个国际人格延续也等于是确认了当时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可以继续继承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所以各位往后的在超过20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什么？就是逐渐从军事上的直接对抗转移为外交上面跟政治上面的对抗跟竞争1971年的时候，这个2758号这个决议文嘛，对不对？就让当时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取代了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的中国的这个代表权。但基本上双方的外交之争到1971年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等到1972年，这个东京也承认了北京中日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美关系也正常化。所以基本上大概从1958年到1979年，双方在外交的斗争，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基本上也宣告中国大陆在这个战场上也已经获得了基本的一个胜利。希望把历史又再细数了一遍，但是在这里面所隐藏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就是两岸的一个格局的逐步的演变嘛。从这个历史的事件堆砌，我们可以还原那时候的一个状况，可是问题在于主观意识的认知上面，它还有一些细节的，我觉得我们值得再多推敲几下比如说呢，蒋介石下野的时候，就有人批判说，那你蒋介石你被李宗仁逼下野之后，其实你已经丧失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元首的代表。那李宗仁的这个渡江谈判是失败的，所以呢，甚至呢，这个后来到了台湾的这个蒋介石呢，他就所谓的复行世事嘛，他就把李宗仁谈判失败，最后呢去了美国的这个事件，他把它称作为李宗仁投匪。像这个是第一次的，就是关于说中华民国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跟合理性，就建基于在李宗仁逼退了蒋中正下野。然后呢，蒋中正又是以如何的方式呢？所谓的复行世事这个细节是不是跟我们陈述一下？对，其实如果说复行世事的话，就代表一件事，他在1949年2月所谓的下野，就不是只是请假，所以李宗仁也称自己是代总统我们可以说，这时候中国就是当时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刚刚实行宪政，对整个运作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才有1955年3月他在台湾正式所谓的复行世事，就等于像我们讲销假上班嘛。那其实蒋介石先生把整个国民政府搬到台湾来之前，他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啦。当时在1948年的时候，他就叫一个人来接当时台湾警备总部司令，就是陈诚将军。
绝对的嫡系信任了。另外还有2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在那个台湾凤山进行国军整编训练的孙立人将军。孙立人将军所训练的部队，后来在古宁头战役，就我们前面讲1949年古宁头战役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哈。另外还有一个是谁？就是这个当时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先生，跟不久之后的魏道明先生，他们带领了一批农业跟商业的技术官僚来到台湾。他们这个吴国桢、魏道明跟陈诚一起在台湾推行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375减租，就是把台湾整个社会的环境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造。那就让过去共产党能够在农村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就在台湾不复存在到，也种下日后这个所谓本省精英对于国民党的不信任。但无论如何，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国际上也获得美国跟日本的支持，那又重新获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就使得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逐渐稳定下来。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脉络顺下来看，我们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两岸对峙的格局的形成，基本上就是中国内战格局的一个延续。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抽掉的话，我们就在两岸问题上，我们就永远讲不清楚，就会呈现今天台湾社会这样一片好像打迷糊仗的这种状况哈。今天台湾愿意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的学者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也让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都觉得像这张图都快被列为禁图了。对啊，好奇怪。因为以前叫迫迁来台嘛，那迫迁当然是撤退的一个美化的说法，没有错啦。对。但是就算用撤退又如何？那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这样子搬啊，因为就是打不赢共产党嘛，讲白了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嘛。我今天特别放了一张图嘛。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占领的南京总统府的画面就是长这样就是打输了，所以你看旗杆上光溜溜的，有什么旗被降下来？中华民国政府国旗嘛被降下来。这个时候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对，那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2个国家，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啊。就是邓小平在当时的那个华东野战军拿下了这个总统府之后，邓小平在4月26号发的第一份电报，就是给当时在北平的毛泽东主席说这个我们拿下南京的总统府，这样的第一份电报里面的年份是用中华民国4月26号。对，就邓小平发给毛泽东电报上面写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还是一个国家2个政权的概念，并不是2个分裂国家的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到底是一国还是2国？因为现在有一种坊间一种说法叫共独论嘛，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天安门宣布，就是这张很经典的图嘛，天安门的城楼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他就已经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了，是你自己不要中华民国，所以呢，你自然而然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土地，这个台湾台澎金马，那就非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所以你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你就知道这种说法有多荒唐跟矛盾它长期的去脉络化，长期的把政府的概念跟国家主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理当是这样子那理当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应该硬生生的多生出一个席次，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可是，在今天的联合国里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拿的牌子那个 China， 其实全称在宪章里面所写的还是 Republic China。就像是俄罗斯今天行使的是苏联当年所拿下的席次，所以呢，今天在联合国宪章里面还是写的是苏联。所以我们为什么从国际法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把苏联跟俄罗斯放在一起看？有一些学者甚至就把它并称为苏俄嘛，就为了要彰显说苏联从帝国俄罗斯，就罗曼诺夫王朝到了苏联共和国，到了俄罗斯共和国，3个这样子下来，它是一个贯穿的脉络。所以台湾的学者有时候有一个说法叫苏俄嘛。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当然既受冷战影响，也受这个主权脉络的影响。因为在有这个威斯法利亚就西法利亚条约建构之后，逐步的国际法渐渐的越来越成熟尤其在 UN 就联合国建立之后呢，国际法的概念它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事情的。所以，但是这种概念要落实到一般老百姓的认知上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很大段的距离。其实就连当年我认为当年的民国的很多的外交家、外交官，其实程度跟水准要跟西方的外交官比起来，都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不过话说回来，其实刚刚为什么请学长要把李宗仁这事情给讲清楚呢？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法理到底有没有断掉，法统有没有断掉，它所承继的宪法有没有断掉？为什么当时老蒋
是以总统的身份就职。当然这一张也是经典画面啊，就当年老蒋呢穿的是呢中正装改版嘛，哈，对，就长袍马褂，融合了一点中山装的味道。可是呢，李宗仁穿的是军队的装啊，这个将军的装扮哦，所以当时中外宾客很愕然说，你们两个是怎样，还没开始就不好。但没错，可是在这里就讲到一个问题，他复行视是这个法理、这个法统、这个宪法的法统，他怎么样把它带到台湾？所谓应该说他的上任其实不是发生在台北。现在中华民国所现行的宪法是1948年在南京制宪国民大会所通过的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嘛。那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就按照这部宪法，所以就选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副总统。一方面那时候还是先选了国民大会，然后由国民大会再选出总统、副总统。虽然是间接选举，但是国民大会是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的，所以还是由一个直接的民意所产生的总统跟副总统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前面讲到，因为这个我补充哦，包含台湾的代表。对，没错，比如说当时台湾高雄地区的代表叫做于登发先生，这个是民进党的瑜伽班的创始人。对，黑派创始人于登发先生哦，就是另外还有那个其他各地的这个台湾各地的社会贤达都参加了这一次的国民大会哈，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有份的，这是非常清楚的，是由台湾人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个制定过程哈。所以后来是因为内战的关系，就我们前面讲到，因为1949年这个徐蚌会战，这个当时国军的败北，就让当时蒋介石总统就在1949年的2月这个所谓的下野啊，所以后来李宗仁在1949年的9月，因为战败的关系，他自己也跑掉了，直接就远赴美国，把这个摊子完全丢掉就不管了啊。所以当时等于是中枢呈现空白的状态，所以当时中华民国也很妙啊。1949年在广州还有一个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当时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有行政院长，但是没有总统。总统到美国去了，行政院长叫阎锡山了，所以这都是一个兵荒马乱了、青黄不接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可以肯定是中华民国的这个法统并没有中断啊，它还是随着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迁移而不断的在运行当中。对，这个台湾在1945年就已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是毫无疑问的哈。所以台湾也才能够参加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后来等到1949年之后，陆续这个国民政府迁台之后，一般来讲被认为国民政府正式迁台的时间是在1949年的12月了，就是中央政府在台北办公。就我们现在呈现这张图，那个箭头最后从成都起飞到台北，对，当时老蒋就是直接从成都飞过来台北，就正式的确立了整个政府的运作了。然后1950年的春天，还有正式所谓的复行视事，用今天话说就是销假上班嘛，所以中华民国的法统就在台湾继续下去，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它的法统的延续跟整个只是随着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有所更动，就是这样子而已哈。所以我个人是不太赞成李登辉总统的一个说法，说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这个说法我个人起码就法理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不通的哈。中华民国并不是对台湾来讲，并不能算是一个外来政权。情感上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说啊？但起码就法理上来说哈，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当然我想这里就可以清楚的解释说，两岸问题的源头就是来自于国共内战嘛。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我来呼应一下刚才学长所说的外来政权的说法这是完全的一个是所谓政治批判式的用语，它并没有具备所谓的法理跟历史学上的逻辑。因为呢，就根据台湾原本是属于谁的？其实台湾本来是中国的嘛，所以在开罗宣言的时候，就是叫日本人把从中国人偷窃的台湾给要回来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法理脉络是很清楚的。所以，与其说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应该它是继承政权，也就是他从日本把这个法理收来，甚至事实上根据开罗宣言的精神意志，再到后来波茨坦宣言，在日本依据波茨坦公告来投降这样的一个意志。其实是否定日本人在台湾所50年的殖民统治的法理对，没错。对，那这个法理成立的话，其实两岸很明确的就变成一个内战没有打完的一个状况。那今天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政治人物会说，现在两岸的问题是一国两府的问题，就是逻辑就这样来的嘛，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嘛，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各自有秘密。其实中华民国有好多个政府这种事情从中华民国诞生以来就从来没有结束过了。那中华民国老传统大家了解嘛？只是到了这个共产党主政的时候，他在1949年的
10月1号的时候，毛泽东他启用了一个新的名字来区隔，就是他要跟旧的中华民国切割。但是这里大家要了解一个问题啊，其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大陆地区来说没有错，中华民国在大陆地区确实已经是被消灭了，这一点毋庸置疑啊，这也没有什么好否认。国民党过去因为碍于就是各种原因他们的党史对这一块也是很模糊啦。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但到今天的这个状况，因为国共已经进行了第3次和解了嘛，也就是说这样的法理的一个论述，对国民党来讲现在是缺乏的，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国民党丢了政权，所以他这个论述工作就不见了。但是这个不见并不妨碍历史学的角度去切入去探讨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或者说我觉得我这个看法是可以被挑战的就是说，其实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共和中国的第1共和跟第2共和的关系，在大陆地区来说，但在台湾地区目前呢，依然停留在第1共和，因为呢，中华民国的政府依然在台湾地区持续的运作，即便今天当权的民进党政府，他并不太承认或不太愿意去承认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它这具有所谓一个共和中国的这个法理的延续性，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去遮遮掩掩嘛，可是改不掉，就是很奇怪嘛。National Day， 台湾 National Day 竟然是10月10号武昌起义。对啊，这是4个字嘛，匪夷所思嘛。现在用的宪法是1948年的南京宪法，对，非常清楚啊，所以说法统是没有任何问题，对嘛？余登发都参与制宪了，不然你还想怎么样？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逻辑会比较清楚，这样也可以很好的去解决两岸的一个认定的纷争嘛。所以很多人会讲说中华民国在大陆可能是前朝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也用前朝逻辑也不对，因为共和之后就没有 dynasty 的概念了。对，这一点很重要。Dynasty， 这西方用 Dynasty， 中文就是王朝，皇统。所以你换宪法只是就换共和嘛，通常是这样嘛。所以法国就是第1共和、第2共和，到现在已经是第5共和了嘛。它中间还有一个0.5共和叫维奇共和。维奇法国它不算嘛，因为太丢脸了，对，就是这种状况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你怎么用西方的政治学逻辑？我跟大家讲，因为当代的政治学就是从西方人开始的。你要讨论历史学、政治学，很多的问题你还是要本于这个学理的定义上去讨论其实两岸现在不是意识形态冲突这么简单我个人认为更多是认知形态的冲突尤其在民进党主政下这几年，因为他就像刚才学长所讲的，把所谓的两岸的历史脉络，为了要去脉络化、模糊化中华民国的法统合理性，以至于说，那再加上因为中华民国失去了中国大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也要加强它自身的法统合理性。因为1971年的2758决议文的时候，用的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嘛，那驱除蒋介石及其非法代表嘛。为什么用这样？因为意思就是要追了1949到1971，明明已经丢掉了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政府，凭什么还占据着联合国的席次？但是这种法理的追认并没有办法去驳倒原本的一个历史事实的产生，这也是一个很重要。那所以这也是过去为什么两岸在谈历史，包括台湾内部这个蓝绿在谈历史的时候，没有一家可以把整个历史的完整性脉络给叙述得很清楚。国民党在掩盖事实嘛，共产党在改造事实嘛，改成这对自己有利嘛，民进党在扭曲事实嘛。可是目标都是一样嘛，就是在这个政治论述当中取得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地位嘛。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有播放限制性的，大家要了解且看且珍惜。好，那这是关于我们这个讨论到法统的问题那另外我们继续来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从国共内战逐渐转变成两岸对峙我认为是跟在军事行动上的停滞有很大的关系。学长，我刚刚前面也稍微提了一下啦，但基本上1949年到1958年，这是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两岸的军事对抗的时期。这个时候，这个战役大小战役非常多啦。当时国军的作战范围还是深入到大陆内部的就是在1951年、52年的时候，国军曾经几次轰炸上海地区将整个上海地区的发电厂全部都炸坏让上海最高的时候曾经停电了将近6个月所以这个时候两岸之间的军事对抗还是非常非常尖锐的。但是到了1958年。这个83炮战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历史上所谓的印尼的万隆会议就中苏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微妙，甚至于逐渐走向反目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中国大陆所谓的从1959年之后开始进入所谓的3年困难时期，就是所谓的大跃进失败嘛。大跃进失败让中国大陆经济上面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重创第三个就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军事上面，当零星的军事冲突还是不断进行，
但大规模战役停止之后，双方的注意力跟焦点，就是我刚刚说的，转移到什么？转移到外交战场上的争夺。其实外交战场上，我刚刚学弟讲到，其实这蛮重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中国代表权，或者说中国认同的这样一个争夺尤其是对联合国代表权的这样一个争夺。但是有一个状况就逐渐对在台湾中华民国不利了，就是后来在1950、60年代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前非洲、亚非地区的前殖民地就大量的独立这些殖民地都带有反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当时毛泽东也是非常的拉拢这个或者说非常的号召这一些所谓的这个拉亚非的新兴国家跟人民共和国站在一起，当这触犯了苏联的大忌。当时大陆叫赫鲁晓夫是非常不爽这一点，对，让赫鲁晓夫当时也在反斯大林路线推动所谓的修正主义这些都跟毛泽东主政下的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不过这样的结果是让当时中华民国在联合国里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因为支持中共的席次不断的在增加那最后压倒这个中华民国在国际外交战场上最后一根稻草是美国政策的转变。1969年之后，美国因为在越战旷日持久无法取得胜利，所以当时的这个 Nixon 跟这个 Kissinger 就开始转变了他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国际架构的这样一个战略开始转为历史上形容叫联中制苏。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对在70年代的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一直到我们知道1971年的中华民国就退出了联合国连中国代表权就由北京的人民共和国取代。然后1972年的时候，这个日本就跟中华民国断交所谓中日关系就正常化嘛。然后1979年的时候，中美断交，就是当时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中美关系也正常化。所以基本上这个外交的争夺，大概从1958年到1979年，到这个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就代表在这个阶段，这个人民共和国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最后我想要用这一张现在的中学学生的历史笔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马英九的马习会之所以会引起台湾的内部这么激烈的争论其实我们把争论的重点都放在你到底认同你是不是中国人，甚至可以说这次习近平是往后退了一下，小小退了一下，把政治意涵比较强的中国人用中华民族更多的去取代这也是这次马习二会两位先生在见面的时候他们所谈论到的内容的细节那你可以从这张笔记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老师很用心他把这里的纪元是民国60年就是1971年画了一个圈，然后上面延伸写中国打了一个问号其实整个两岸的问题从国共内战的延续到了1971年也就是民国60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法理的一个转变，也就是当你的国际法人中国国际法人失去之后，即便你内部压抑的再凶你这个白色恐怖抓的再厉害反台独抓的再厉害，但始终压抑不住是本土意识的增长，还有你的第一代具有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一些政治精英们，他们也逐步在褪色。一方面呢，可能呢第一代开始跟台湾的本土的住民开始混血，本土化。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法理的正统性也在退却。但是我们今天梳理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这个配合了太多的事情一方面是中华民国政府打不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你退守到台湾这个小岛来。另外一方面呢，是你这个外部环境，也就是全球性的反帝国主义，还有殖民地的大规模的独立。再一方面呢，是中苏交恶，还有苏联呢，这个进入了1970年代苏攻没守的情况之下，苏联当时因为石油危机之后，苏联钱多到满出来全球性资源，而且他们后来换了一个领导人，就是非常有名，叫做苏勋宗台湾分叫做布里兹涅夫，大陆的话叫做勃列日涅夫嘛。他这全球狙击美国美国的压力也很大，他也必须寻求一个在战场上的失败，也就是在越战上也是不顺嘛，接着后来就开启了越战嘛，所以他必须要在外交上找补，所以他就更加的去拉拢了中国大陆，所以1971到1976，他是整个逐步的往后退行。还有呢，你之前为了要镇压台湾，就是清理出一个符合国民政府执政的环境的一个政治上的镇压的行为，军事上的这种很具攻击性的行为，就是228嘛，还有随后的白色恐怖嘛，那你也必须他的这个代价也会慢慢回来嘛。这些有彝族他们会来追讨那他们就很多就转向了台独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张图里面，从228里面把它给拉出来，所以它是多项力量的结合之下呢，导致了中华民国政府政党国民党，第一个，它在未来不久的这个时间点，当第一代政治强人老蒋倒下去之后，第二代政治强人蒋经国他必须寻求一个和解化，而且他必须要发展，所以这也间接促进了什么？开始你看哦，10大建设为什么在60年、1971年开始推展？哦，产业升级，逐步的，第一个你要让老百姓过得好，人家才会支持你啊。第二个，你必须跟本土政治精英和解啊，推台亲啊。哦，那第三个，你必须在国际上面去寻求一个突破路径啊，弹性外交啊。哦。那第四个呢，你不能继续的维持武力的对抗，为什么？因为之前维持武力对抗，还有一个就是老共内部的问题也是逐步缓解嘛，包括毛泽东这个在1976年的时候，就过世了嘛，所以整个这个所谓文革时期的混乱的状况，中苏混乱的状况也逐步得到缓解，所以这些都是它是一个接着一层一层接着，而且你看毛泽东跟周恩来过世没差多久啊，就第一代下去了，然后呢，第1.5代的邓小平起来了。他开始采取新的策略，所以两岸就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军事的往后退，政治的往前进。可是呢，在里面所包含的悄然的是什么？性质的逐步转换，从国共内战的性质，再开始增添了两岸的性质，再增添了什么？台独的性质。所以，当你做去脉络化处理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前面切掉，我留下后面就剩下台独了。所以这张图看起来很清楚，可是里面确实很复杂、很模糊。而且你看，这个老师用的是什么？民国68年，就是1979年的台美断交嘛。理论上来说，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怎么会叫台美断交呢？所以，民国60年、1971年退出联合国，对于中华民国法统的伤害其实是蛮大的，也导致很多课本叫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其实没有这个条。他得往前追认嘛，哈，对，这会变得很复杂、很 confuse， 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用这张图做结尾啊，可以解释很多。当然后面啊，随着小蒋总统的上台啊，还有后续的李登辉啊，这几个总统的后面如何的去推进两岸问题，逐步的从单纯的国共内战变成了两岸对立，好，变成了两岸交流，但是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立，甚至在族群认同上的分立，甚至到今天赖清德当选的这个状况，哦，彻底的改变了，哦，就是这个总统的认知里面很不大一样。再怎么样啊，蔡英文还说过，我读中国书，我是中国人。对于赖清德来讲，这句话是绝对吐不出来的，更别说副总统萧美琴是完全是在国外长大的一个混血的台美混血儿这样的情况。所以台湾社会的这个质变，其实有它的一个巨大的脉络在，但是以前碍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两岸的那种很难讲得清楚。那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就王立本老师在做这个啊，我们打算花2集的时间把这2个前后的论述给整理一下，也是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变化了啊。那也希望大家今天的这个应该是听得不是很过瘾啊，因为还有很多没讲完啊。那我们后面呢继续慢慢把这个故事给讲完了，感谢大家啊。那这就是我想说探讨的从蒋毛之争到马习之会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脉络的变化。对，没错。那后面的几个英雄好汉还会陆续登场啊，包括两岸的领导人如何来抢夺这个两岸话语权。那抢不赢的时候，台湾人选择是转身离开这之类的做法，还有很多故事啦哈。好，最后还是记得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记得帮我们加入会员。我们现在加入会员呢，都有这个这个有时候会有完整版那或者是花絮版有很多额外的知识点跟有趣的地方呢，给大家补充，留给会员做专属那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超级留言、超级感谢，留下你的意见跟看法，也给我们增添粮草。也欢迎通过线下的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或邮局的方式，给我们更多的粮草，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谢谢学弟，谢谢所有人。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拜拜。拜拜。